现在的内娱有时候挺让人疲惫的，热搜上天天挂着各种词条，明星们忙着立人设、抢 C 位，连做个公益都恨不得提前半个月发通稿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去了一趟山区，捐了多少钱。镜头前的眼泪和拥抱，有时候看着看着，就让人觉得少了点真诚，多了点算计。但在这种浮躁里，总有那么几个人，像是一股安静的清流，不声不响地做着事。王一博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存在。喜欢他这么久，我越来越觉得，内娱最稀缺的顶流，从来都不是那种靠话题堆砌出来的热闹，而是像他这样，把温柔和善良葬在骨子里，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去践行初心的人。他不把公益当跳板，也不拿它当热搜素材，没有铺天盖地的营销，没有花样百出的炒作，他只是默默的做事，低调的深耕。最近，他带着《野生救援》第2部公益项目回来了，没有大张旗鼓的预热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奔赴山海，去守护那些远方的生灵。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挺触动的。在这个大家都急着变现的时代，他还能保持这样一份纯粹的格局，真的挺难得的。这次的新项目，我特别想和大家好好聊聊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，大家一定要精准区分开。这可不是那种打着公益旗号，实则为了收视率的户外真人秀，也不是那种有剧本、有游戏环节的探索栏目。这是一档由 Discovery 探索频道联合青海文旅独家打造的全新独立公益大片。你想想看， Discovery 的质感加上青海文旅的底蕴，这含金量就不言而喻了。取景的落在了青海玉树，那是个什么地方啊？纯净、辽阔，带着一种原始而野性的美，但也意味着高海拔、低气压和极端的自然环境。这完全是专属野生救援的全新公益企划，内容、阵容、主题全部升级。没有娱乐噱头，没有剧本包装，就是纯粹聚焦高原生态保护。现在全网最好奇的，也是粉丝们每天在猜的，他这次到底去守护什么？是去寻访雪域高原的旗舰精灵雪豹，去记录那些在悬崖峭壁间跳跃的稀缺生灵，还是去为坚韧野性的高原狼发声，去看看他们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现状？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让人期待值拉满。这种未知的神秘感，反而让这部纪录片显得更加真实和厚重。我几乎能想象到那个画面，在海拔几千米的风雪里，他穿着厚重的冲锋衣，脸上带着高原红，眼神却亮得惊人，静静地趴在雪地里，透过镜头去凝视那些野生动物的眼睛。没有台词，没有 NG， 只有大自然最真实的呼吸。其实，很多人只知道他是野生救援公益大使，却不知道这个头衔背后，他付出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努力。他从来不是挂个名就完事，而是真正躬身入局，把公益融进了自己的生活里。如果你看过他之前的野生救援首部作品，或者那部巡护者穿山甲保护纪录片，你一定会被他的认真打动。那不是去走个过场，他是真的去了解穿山甲的生存困境，去查阅资料，去实地探访。那部片子后来还拿了中国公益广告黄河奖，这不仅是荣誉，更是实打实的社会价值，让更多原本不了解穿山甲的人开始关注这些濒危野生动物的命运。还有联合国冰川保护行动。冰川融化是个宏大的命题，但他没有讲空洞的大道理，而是亲身参与宣传片录制，直面极端环境，用镜头去科普生态保护的知识。甚至他还亮相了联合国 COP30 气候变化大会，以中国青年代表的身份发声。你想想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，在国际舞台上不卑不亢地传递绿色环保理念，助力全球生态治理，这需要多大的底气和责任感？他从不靠这些博热度，但这些年攒下来的公益履历，每一项都真实可查，落地有声。这才是顶级偶像最硬核的底气，不是粉丝吹出来的，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除了生态保护，在灾难面前，他的反应总是快得让人心疼，又暖得让人安心。每次天灾来袭，当大家还在关注灾情，等待救援的时候，他永远是最先伸出援手的那一批人。而且他从来都是低调捐款捐物，甚至直接奔赴一线。还记得2021年河南水灾吗？那是真的让人揪心。他个人直接捐款330万元，还额外捐赠了68万元的物资。这还没完，他不仅出钱出力，还亲自奔赴灾区，参与了72小时的一线救援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平时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偶像，穿着雨衣，踩着泥泞，在齐腰深的水里帮忙搬运物资，转移群众。他不说话，只是默默的干活，做完就悄悄离开，从不拿这些去发通稿邀功。到了2023年甘肃积石山地震，他又专项捐款100万元，助力灾后重建。
平时，他还多次通过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大额捐赠，助力偏远地区的义诊，帮扶他做这些，从来不是为了立慈善家的人设。他只是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，就应该去做。这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担当，这种默默为基层公益事业添砖加瓦的低调，真的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更有力量。如果说灾难救援是雪中送炭，那他平时做的那些助学扶弱的公益，就是润物细无声的春雨。他不仅关注宏大的生态和灾难，也始终心系那些偏远地区的少年和基层的发展。他落地了多个公益小屋、爱心图书室、音乐教室。我有时候会想，当山区的孩子们推开那间音乐教室的门，看到里面崭新的钢琴和吉他时，他们眼睛里闪烁的光芒该有多动人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为那些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大山的孩子，搭建了一个看向世界的平台。他还长期参与旧书回收、捐医助学、儿童关爱等公益项目，持续帮扶偏远地区的学生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深耕消防公益、禁毒公益宣传。这些项目可能没有去联合国开会那么高大上，也没有去灾区救援那么震撼，但他们却是最贴近普通人生活的。他主动承担起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，用自身的影响力去传递那些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正向能量。他不张扬，不浮躁，只是把这些事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自然而然地去做。回看这份沉甸甸的公益清单，没有噱头，没有剧本，没有营销，全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真诚。这一次，他再度奔赴青海玉树，开启野生救援第二部的公益之旅，依旧是那副熟悉的低调模样。他褪去顶流艺人的光环，走出舒适的录音棚和摄影棚，直面高原的严寒、低压缺氧和强烈的紫外线。他踏遍高原山野，沉浸式记录生态现状，用心守护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只生灵。真正的偶像，从来都不是只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闪闪发光，而是心怀敬畏、向阳而行的担当。王一博用行动证明了，热爱可抵岁月漫长，温柔可挡艰难时光。他在舞台上全力以赴追逐热爱，在公益路上初心不改，默默前行，始于颜值，陷于才华，忠于人品。这不仅仅是一句饭圈的口号，更是我们追随他这么多年最真实的感受。我们追随他，不仅是因为他跳舞很帅，演戏很拼，更是因为他让我们看到，一个年轻人可以如此清醒，如此纯粹，如此有担当。现在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这部全新的野生救援公益大片早日开播吧。跟着王一博的脚步，去奔赴青海玉树，去守护高原生态与山野生灵。相信在那片纯净的雪域高原上，我们一定会见证到平凡善意里最动人的公益力量。